Hello，大家好。加拿大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已经全面复苏，这比几周前大多数分析师的预期至少提前1年。2月份新增就业岗位259200个，这是经济学家预期的3倍以上。尽管去年12月和今年1月的封锁导致大部分经济部门关闭，在短短2个月时间内，经济政策的方向已经从是否增加经济刺激转向为何时撤销现有经济刺激措施。先来看看加拿大统计局数据的亮点。在百年不遇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加拿大人变得富裕了很多。尽管经济衰退导致300万人失业，失业率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加拿大家庭资产还是比去年增加了1万亿加元，人均家庭净资产达到创纪录的33.2万加元，自2019年底以来增加了2.4万加元。家庭拥有房屋和土地的价值去年增长了6420亿加元，这是财富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尽管近100万加拿大人仍然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他们要么是失业，要么是工作时间大大减少。在最糟糕的时候，500万加拿大人失去了工作，或者是工作时间不到正常工作时间的一半，这占到劳动力的1/4。现在加拿大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基本恢复。疫情的破坏越来越局限于住宿、食品、零售和娱乐行业，这些行业大多数是低薪工人，员工中年轻人和女性的比例比较高。疫情对这些低收入群体带来双重打击，一方面呢，他们的失业率更高；另一方面，他们大多数是租房者，没有从房价上涨中受益。去年的消费也有所下降，理发等服务消费下降了660亿加元，旅游支出下降了300多亿加元，而耐用品支出在2020年仅下降了40亿加元。在零售业方面，大多数零售部门的零售额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总体而言，加拿大零售商去年的销售额下降了 1.4% 至6060亿加元。零售业去年12月份基本恢复，当月的销售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4.5%。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反弹的不平衡非常明显，比如杂货店和建材零售商的年增长率达到了2位数，但与此同时，制衣业却出现了2位数的下滑。这主要是疫情期间大家都不怎么在意穿衣打扮了。在疫情期间，政府提供了史无前例的经济救济，加上消费减少，导致储蓄率上升，但低借贷成本刺激了加拿大人的买房需求。由于利率和高房价，加拿大家庭连续2个季度积累了创纪录的抵押贷款债务。因为很多地区的房产市场火爆，推高了房价，推动抵押贷款需求在2020年第4季度达到了349亿加元，超过了第3季度创下的287亿加元的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住宅地产的价值增长 3.3%， 连续第2个季度强劲增长。加拿大家庭债务与收入比从 170.8% 升至 175%。换句话说，就是加拿大家庭每拥有100加元可支配收入，就背上了175加元的债务。要知道，美国在2008年房地产崩盘的时候，家庭债务收入比也才 163%。因此，最近一些加拿大顶级的经济学家频频对房产泡沫发出警告说，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市场将面临被投机狂潮取代的风险。加拿大央行副行长劳伦斯最近表示，央行正在密切关注形势。知名经济学家罗森伯格声称，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泡沫之一。在疫情之前，加拿大每年接待超过30万新移民，这几乎是7国集团中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加拿大移民接收能力是房地产市场最重要的支撑，但这一波房产热潮和移民增长没有任何关系。相反的是，疫情期间移民的人数大幅下降，房价上涨的势头却越来越猛。2月份，全国基准房价月度涨幅创历史新高，这推动了投机行为的增长。1月份，多伦多郊区所有挂牌出售的房屋中，有 6% 是过去12个月内购买的。失去理智的房产市场导致人们的居住负担能力迅速恶化。在2021年的人口统计与国际住房负担能力报告中，温哥华被评为全球第2负担不起的城市，仅次于香港。在2006年时，温哥华还被排在第15位。今年，多伦多的排名也从37位升至第5位。由于疫情，城市居民现在可以自由的远程工作，
温哥华和多伦多这2个城市的住房问题正在向全国各地的小城镇输出。这2大城市的居民搬到更远的地方寻找更大的房子，哄抬了小城镇的房价，并使房价超出了当地人的承受能力。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引起强烈的抗议，从总理特鲁多到多伦多市长约翰托里，加拿大的政策制定者都表示，他们正在考虑实施新税，以使住房更容易负担。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现在加拿大的住房市场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随着住房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担心，加拿大有效利用资本的空间将越来越小。蒙特利尔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萨尔说，房地产市场很火爆，但目前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扑灭大火。我们在遮风挡雨的花费远远超过了我们在机器、工厂和人工智能上的花费。我们的经济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住宅建筑，而不是机器设备和非住宅建筑等。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不健康的。疫情爆发之后，廉价信贷并没有按照政府希望的方式运作。当房产和股票的收益比任何时候都要高的时候，就很难说服人们再使用廉价信贷来扩大生产。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人能看到杠杆的风险。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加拿大人利用低利率进入房产市场，如果利率无期限地保持在低水平，泡沫可能不会破。一旦利率开始上升，可能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抵押贷款违约潮，最终导致房产市场崩溃。更值得我们关心的还有，疫情过去，房产负担过高的加拿大是否还会像过去那样吸引移民呢？这一切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